我的未婚妻是个哑女，长得美艳又娇软可欺。我故意把她丢下，躲在一边欣赏她哭红眼睛的样子。后来她声带恢复，最喜欢用蕾丝蒙住我的眼睛，俯身在我耳边娇笑。亲爱的，现在该轮到我让你哭了呢。能娶到大小姐是你的福气，再跑就打断你的3条腿。保镖把我丢进房间，将门反锁，我脑子混沌一片，一抬头和一个女人四目相对，我整个人都迷糊了。活了大半辈子，还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。如果我的老婆是她就好了。大小姐，你怎么能乱跑呢？你的丈夫这么厌恶你，要是他趁机伤害你怎么办？我的脑子轰然炸开，好家伙，竟然真是我的老婆！我严重怀疑这个舔狗男二是不是脑子有坑啊？有这种极品老婆竟然还不知道珍惜，偏偏要去当女主的舔狗。有这种老婆还逃什么？就算刀山火海我也要闯过去啊！我追过去找乔雨薇时，宴会已经开始。乔雨薇身为乔家大小姐，却站在角落里无人理会，反而女主柳如烟虽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女，却身边簇拥着全是人。看见我，她眼底闪过明显的嫌弃。也是，毕竟原主之前像块牛皮糖一样粘她。有人低声说了什么，柳如烟唇边缓缓勾出一个玩味的笑容。她朝椅子上一坐，将一条腿伸到我面前。姐夫，我的鞋脏了呢。我的脑子轰然炸了一下，猛然想起书中这段剧情。女主柳如烟为了羞辱乔雨薇，当众让已与乔雨薇完婚的男二给自己擦鞋。男二是女主的绝世大舔狗，竟然还欢天喜地跑过去照住，把自己和乔雨薇的脸都丢尽了。我心底冷笑一声，装作乖巧照做的样子。等经过服务员身边时，不着痕迹的绊了他一下。下一秒，他托盘中的酒水全部朝柳如烟的头顶浇了下去。柳如烟尖叫起来，我故作吃惊呀，服务生肯定不是故意的。现在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如烟妹妹，你不会冒着败坏自己名声的风险和服务员计较这点小事吧？柳如烟咽下一口气，咬着牙道：当然。那就好，妹妹果然有柳家的家教啊。柳如烟只是小三教出来的孩子，能有什么家教？明眼人都知道我在内涵。柳如烟脸色铁青，蹭的起身用手指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。我正准备开口，没想到下一秒，乔雨薇竟然主动上前，拦在了我身前。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皱着眉凝视柳如烟，对方就偃旗息鼓了。柳如烟似乎很忌惮这位正牌大小姐，她咬咬牙，准备妥协，却被乔雨薇拉住了胳膊。姐姐，我已经不计较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乔雨薇张了张嘴，通过唇形很好辨认，她说的是道歉。虽然外人不知情，以为柳如烟风光无限，坐稳了继承人的位置，但她自己清楚得很，乔家大部分的股权现在依然握在乔雨薇手里，只要乔雨薇不乐意，把她扫地出门也不过是动动手指的事。果然，她脸色一僵，却还是放低了姿态，毕恭毕敬地向我弯腰道歉。对不起，希望姐夫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心里极其畅快，又觉得十分暖心。这么可爱的大小姐，怎么能落得葬身火海的悲惨结局？我暗暗发誓，绝不能让书中的剧情上演。家宴过半，我去卫生间，刚过拐角，一只手捂住我的嘴，将我压在墙上。柳如烟一脸委屈：易哥哥，你难道忘了和我约定吗？刚才为什么要帮乔雨薇对付我？啊！我一脸懵逼，原主和他难道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？那什么约定啊？是什么来着？易哥哥真坏，和我装失忆。不是你说娶我姐姐是为了里应外合，帮我争夺家产的吗？你放心，等我做了乔家的继承人，第一件事就是嫁给你。好家伙，书中你确实做了继承人，但嫁的人可是我继弟，还真是一对狗男女啊！我决定将计就计，顺势道：我刚才那么做都是为了得到乔大小姐的信任，我的心当然一直都是向着你的啊。那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哦。柳如烟娇羞一笑，临走前不忘对我抛了个媚眼，我一阵恶心，隔夜饭都差点吐出来。一抬眸，猝不及防撞见一道人影，乔雨薇半个身子笼罩在黑暗里，辨不清表情。救命！她到底听到了多少？我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走近，试探开口：你到了多久啊？她想了想，而后牵住我的手，在我掌心写下一行字：你觉得呢？我心脏一紧，完蛋，她肯定是全听。亲爱的，现在该轮到我让你哭了呢。我的未婚妻是个哑女，长得美艳又娇软可欺。我故意把她丢下，躲在一边欣赏她哭红眼睛的样子。后来她声带恢复，最喜欢用蕾丝蒙住我的眼睛，俯身在我耳边娇笑。在宴会上，乔雨薇给柳如烟施压，碍于乔家大部分的股权现在依然握在大小姐手里，柳如烟也只能向我道歉。我心里极其畅快，又觉得十分暖心。这么可爱的大小姐怎么能落得葬身火海的悲惨结局呢？宴会结束，晚上众人都要留在乔宅过夜。我和乔雨薇已经领证，所以给我俩安排了一间房。她指了指我，又指了指沙发，意思显而易见。我不要，老婆贴贴嘛。暖色的灯光下，气氛一时变得暧昧起来。我情不自禁拉住了乔雨薇的手，她红着脸瞪我，细鼓鼓的像只小河豚。我心中一暖，刚要凑近，下一秒，她毫不留情地把我赶去了沙发。算了，我也不能操之过急，得给她一个适应的过程。第二天我醒来时，屋子里只剩我一个人。乔雨薇睡过的床都有股淡淡的清香，枕头上留下的一根头发丝都精致美丽的过分。真不愧是我的老婆。下一刻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一开门看到的竟然是柳如烟。大早上的真是晦气。柳如烟的视线落在我的脸侧，忽的一沉，久久不语。我尽量挤出一个温柔的笑容：如烟妹妹，一大早过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听到我的声音，她这才回神，傲慢地说道：明天我和乔雨薇要共同竞争一个项目，你去把她的演示 PPT 偷过来，
帮我拿下这个项目啊！说你小人倒真没冤枉你们。放心吧，如烟妹妹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临走之前，他眸光幽深盯着我，意味不明的说了一句。我忽然有些开始庆幸，他现在是个哑巴了。第二天，乔雨薇要去竞标项目时，我死乞白赖的跟上车。乔雨薇还在生闷气，自然不肯。我故意贴近她，指了指自己的左脸，悠悠开口：“哎呀，今天早上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我脸上突然出现一个唇印，房间里一整晚都只有我们2个人。老婆，你觉得会是谁干的呢？哎，说不定是半夜闯进来了一个臭流氓。老婆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”乔雨薇神色一僵，她彻底安静了，任由我揽住她的腰，一路上都乖巧的不得了。成功到公司后，我和柳如烟在厕所接头，我把 U 盘塞进她掌心，随后开口道：“如烟妹妹，东西都在这里了，等会儿你一定会赢的。”她没说话，只是死死盯着我左脸上那个淡淡的唇印良久，才轻轻嗯了一声。没多久，会议开始，乔雨薇率先讲解。虽然她不能说话，但她把所有想表达的都写在了 PPT 上，言简意赅。除了一些专业术语外，我这个门外汉都看懂了大半。几位老总阅读起来自然毫无障碍，越看下去神情就越发满意了。这显然和柳如烟预想的不一样，我怕她反应过来，赶紧递过去一个坚定的眼神。她也冲我点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 PPT， 然后随着投屏，众人眼前出现了一系列限制级画面，满座哗然。在座各位老总更是气得脸色一阵红一阵白。柳如烟惊呼出声：“不是的，一定是哪里搞错了。张总、王总，你们听我解释。”事实摆在面前，再多的解释都显得苍白。2位老总愤怒的拂袖而去，这个项目也自然而然落到了乔雨薇头上。我一路上都在偷笑，刚回到家，乔雨薇便忽然靠近，一步步逼退我，直到把我逼咚在了墙上。她拉过我的手，一笔一画写下几个字：“是你做的。”我想了想，笑道：“不用谢，老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。”被贪图巨额嫁妆的家人献给了豪门小姐，只因这位大小姐虽然家财万贯，却突然失声成了哑巴。书中的结局也是凄惨，分明对这位舔狗男二有求必应，将她当作能够共度一生的丈夫。可男二偏偏只知道舔女主柳如烟，甚至为了帮柳如烟夺得家产，联合起来让这位大小姐葬身火海。然而此刻我正在故事的关键节点上，我并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小易呀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赶紧坐下歇会儿吧。就算不要我做，我也会做。我回来一趟又不是为了当保姆的。乃至我的屁股刚挨着沙发，一道尖利的嗓音就突兀的响起：“许毅，叫你回来，难道是让你来当大爷的？厨房那么多活，你眼瞎没看见吗？”他像是还没过瘾，继续嘲笑：“我告诉你，麻雀永远都是麻雀，别以为嫁给了一个哑巴就能改变什么。这人应该就是原主的继弟许耀，长得不高，模样嘛，更是连我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就这，我笑了，故意眯起眼睛，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，最后露出一个极其不屑的表情。弟弟还真是眼拙啊，这么多年了，难道都没看出来谁长得看起来才像是麻雀命啊？”许耀像是被踩了尾巴，气得登时跳了起来。我妈赶紧过来制止：“小易，你看看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，还不向你弟弟道歉？”许耀各种话张嘴就来，不过我却不是很在意，谁破防谁急眼正常不过。我翘着2郎腿朝沙发上一摊，随口附和：“是，长得太帅，没给弟弟留条活路，确实是我的错。”啊！我要撕了你的嘴！许耀暴跳如雷，冲过来就想要对我动手，我只是默默伸出了一条腿，他就自己摔趴下了。哎，我不由得为他担心起来。瞧这副又蠢又笨的模样，要拿什么和我斗啊？继父被动静惊扰，从书房出来，他其实早就知道我来了，故意躲起来，想让许耀先给我一个下马威，挫挫锐气，而后他再装好人出面制止，顺便再向我提出一个小要求，我也就不好拒绝了。但眼前的画面显然不在他的预料之中，许耀爬起来，冲到男人面前哭诉：“爸，这个小贱种竟敢打我！”继父脸色一沉，随后想到了什么，到嘴边的话生生拐了一个弯，还冲我和蔼的笑了笑：“小易呀，别跟你弟一般见识，他的年纪小，还不懂事呢。”当然了，毕竟弟弟确实还小，还是个24岁的巨婴嘛，我何止是理解，简直是理解的不行。男人噎了一下，脸色难看，却还是扯出一抹僵硬的笑容：“小易不愧是嫁入豪门的人，说话真是越来越幽默了。”他走近我，终于话锋一转：“你现在好歹也是乔家的人了，帮着你弟弟和乔家2小姐联姻，这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？其实他们2人本来就是两情相悦，也只是需要你做一下推手而已。自家人这点小事，你不会不愿意帮忙的吧？”哎呦喂，这当爹的说话水平就是不一样啊，还能把这么不要脸的话说得头头是道。当初他嫌弃乔大小姐是个哑巴，却又贪财，于是把原主送了过去，现在还要道德绑架原主，给他亲生儿子铺路，感情这天下的好事都被这对父子给占了呗。原主妈也跟着附和：“是啊，小易，咱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，这些都是你应该做的。”我又笑了，这一次却是气笑的，深深为原主感到不值。刚才许耀骂他儿子小贱种的时候，他冷眼旁观一声不敢吭，现在还有脸提什么一家人？这对父子有没有把原主当成一家人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不过我忽然想到一个更有意思的玩法。行啊，我帮忙，一定会好好帮忙。但是疏通乔家上下关系是需要很大成本，这样吧，先随便来个500万，不够的话我再找你啊。许耀惊呼：“500万还随便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”哎，看来弟弟心疼叔叔挣钱不容易的。没关系，我也不强求，毕竟乔家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，不就是 A 市的百年望族，关系网遍布全球嘛，不就是家族资产区几百个亿而已嘛。男人一下没站稳，差点摔了个狗啃。他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口水，哆嗦着开口：“给，现在就给，要多少都必须给。”嚯，还有意外收获呢！我美滋滋的出门，拿着银行卡猛亲了一口，一抬眸竟然看见了柳如烟，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。他走上前问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回来看看我弟弟，他叫许耀，还真是个很乖巧的男孩子呢。柳如烟神色微微一动，动作虽小，不过还是被我捕捉到了。我记得这段剧情，许耀找了借口将柳如烟约到自己家
家见父母。许瑶在柳如烟落魄时，曾阴差阳错帮过她一回，自此在女主心里留下了善良三好青年的印象。这也是书中为什么许瑶相貌平平，最后却能踏进豪门的重要原因。眼看着两人碰面的时间就要到了，我故意拉住柳如烟：“一哥哥我忽然想到了一些对付乔雨薇的办法，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吧？”我看他还在犹豫，我心一横，猛掐一把自己的大腿，瞬间挤出2滴泪来。如烟妹妹，乔大小姐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，要是再不想办法，她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女人眼底闪过一抹怜惜，不再犹豫，立即拽着我的手离开了。我回头一看，许耀果然正失神地看着我们离开的方向。咖啡厅里，我瞥见树后那道贼头贼脑的身影，故意哎呀一声洒出几滴咖啡。柳如烟看到，立即凑过来帮我擦拭，毕竟有求于我。我故意偏了偏身子，从许耀的角度看去，就像是两人亲密地靠在了一起。我掐算着时间应该差不多了，就将柳如烟打发走，自己则待在卡座上等了一会儿。果然没多久，许耀就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。许毅，你竟敢背着我勾引柳如烟，别忘了你现在可是个有妇之夫。我耸耸肩，不以为意。结了婚又怎么样？谁规定了不可以离？还是咋地？弟弟你啊，估计这辈子都不会明白，像我们这种大帅哥的烦恼。你的如烟妹妹实在是太热情了，我也很难办啊。说完，我转了转腕上的劳力士，留给她一个潇洒的背影，只留下她一个人，脸色铁青。未婚妻是个哑女，长得美艳又娇软可欺。我故意把她丢下，躲在一边欣赏她哭红眼睛的样子。后来她声带恢复，最喜欢用蕾丝蒙住我的眼睛，俯身在我耳边娇笑：“亲爱的，现在该轮到我让你哭了呢。”回到家看到我的漂亮老婆，又忍不住开始啧啧称叹。像这种极品，即便是个雕塑，搁那摆着也能令人心情愉悦啊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我突然出现在她身前，乔雨薇没站稳，撞进了我的怀里，来了个脸杀。她沉着脸将我推开，指着桌面，桌上有几张照片，正是我刚才在咖啡厅和柳如烟的亲密照。啊！你派人跟踪我？她牵着我的手，在我手上写上几行字。我看完后抬头看向乔雨薇，她脸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，不悲不喜，像是没有受到半分牵动，只有微抿的嘴唇才宣示出了她此刻的真实心情。呀，老婆，你不会生气了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难道乔大小姐还会吃醋？女人更郁闷了，幽怨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后迅速扑过来，用拳头捶打着我。我没有推开，一把搂住了她的纤纤细腰。开玩笑，老婆主动投怀送抱，这谁能拒绝得呢？她似乎没料到这个结局，抬头愣愣地看着我，然后她就更生气了。到了晚上，她似乎还憋着一股恶气，说要惩罚我。她惩罚的方式就是让我独守空房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女人确实有点东西。不过正好当晚柳如烟便给我来了电话，吐槽许耀不知分寸、不懂事。许耀白天刚被我刺激了一回，马上就开始疯狂逼迫柳如烟带他回乔家，要求必须马上订婚。可柳如烟现在并没有在乔家站稳脚跟，她甚至连自己的婚事都没有决定权，根本答应不了。但是许耀哪里还听得进去，只当她是不愿和自己结婚，随口找的借口罢了。两人大吵了一架，最后不欢而散。然后就到了我的表演时间，我立刻开始察言察语。小妖她怎么能这样呢？如烟妹妹正是辛苦的时候，她在这个时候苦苦相逼，真是一点都不明白妹妹的苦心啊。对面沉默半晌，混合的酒气的嗓音才缓缓传来。一哥哥，我就知道最懂我的人还是你。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，给你一点脸，你还真敢接啊！我硬着头皮又哄了他2句，才掐断电话。想象不久后即将开始的好戏，我就兴奋的睡不着。当然，有一个人似乎比我更睡不着，直到半夜走廊上还时不时传来脚步声，某人像是故意蹲守在哪里一般，迟迟没有回房间睡觉。可我偏偏不让他如意，就是不出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外响起保姆的惊呼，我从门缝里偷看，乔雨薇扭扭捏捏，保姆揶揄道：“小姐，想老公了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来，我这就带您去许少爷的房间。”说着就要领着乔雨薇过来。驰骋商场永远都面不改色的女人突然脸色巨变，转身就逃，走太快一没留神被绊倒。我有些心软了，开门就要出去，她却像是耗子见了猫，一溜烟跑掉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乔雨薇助理的连环夺命 call 吵醒。这个助理我早就是私下打点过了，乔雨薇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她都会及时跟我汇报。但显然被起床气影响的我一时忘了，直到她开口，原来许耀竟比我想象的还要按捺不住。他想到了一个愚蠢的办法，用柳如烟的生意逼迫她答应订婚，要在她签订合同的那天故意去搅局。听说柳如烟对他发了好大的脾气，甚至当场摔碎了两人的定情信物，彻底决裂。最后不仅生意泡汤了，人也没留住。不愧是他，这智商就没有从地平线以下起来过。知道了。我胡乱应了2下，打算翻个身继续睡。少爷，您这个年纪是怎么睡得着的？助理忽然恨铁不成钢的开口。为什么睡不着？展开说说。许耀少爷比您年轻，都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奋斗努力了。比如他3分钟前已经进了乔总的办公室，准备勾引他了。我脑子顿时清醒过来，等我赶到公司时，已经是10多分钟后。我前脚刚进门，后脚许耀便红着眼睛冲了出来，刚巧与我擦身而过。这和我想象的画面差别有点大。他们2人此时难道不应该红烛美酒，谈人生聊理想吗？我狐疑地推开了办公室的门，只见办公桌前正襟危坐的女人脸色一沉，浑身散发出久居上位者的气场。看清是我，才神情一缓啊，他以为我是去而复返的许耀呢。乔雨薇在我面前一贯是温和的，甚至还有些小女生的娇羞。我鲜少能看到她这样强硬的模样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生人勿近的气场，真可爱，不愧是我许毅的老婆。亲亲老婆，怎么办？我今天好像又多喜欢你了一点点。她自然地抱住我，将脑袋埋进我怀里，蹭了又蹭，在手机上写道：“为什么只是多了一点点？女人可不能太贪心哦。我来公司时看到许耀了，
他来这里做什么呀？提起这个人，乔雨薇的脸色都阴沉了一瞬，微凉的指尖落在我的脸上，一边徐徐描绘我的轮廓，一边解释，他模仿你的样子想勾引我，只不过装得太差。我看完他的解释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道阴影兜头笼罩下来，唇上温热一片，呼吸交错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唯一的念头就是他吻我了。从那天开始，乔雨薇忽然就变了，她从一个高贵优雅的豪门大小姐，变成了粘人精，经常光明正大的缠着我，要抱抱，要亲亲。当然，我们也就因此过上了一段没羞没臊的生活。至于有多没羞没臊呢？这么说吧，就连我这种人都开始担心她沉溺美色，天天哄着她去公司了。要知道，还有一个没安好心的柳如烟，恨不得24小时盯着她，就等着她犯错呢。可乔雨薇好像从未将她放进眼里，依旧我行我素。终于等到了那一天，正是决定乔家继承人的日子。等待我们的即将是一场恶战，我有些紧张，死死捏住乔雨薇的手，她哭笑不得，给了我一个十分安心的微笑。亲爱的，放松点。终于等到乔家老宅，所有长辈全部到场，我一副壮士断腕的气势，拉着乔雨薇一同入座。乔父看了我们一眼，终于开口，我宣布从今天开始，我退居2线，由我的女儿乔雨薇正式接手乔家的全部产业。我瞪大了眼睛，就这么轻轻松松就拿到了继承人的位置，这不科学呀！柳如烟呢？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她为什么不在场？乔雨薇笑着跟我解释，老公，继承人可不是谁都能胜任的，我爸那个私生女欠缺的知识储备，可不是1年2年就能补回来的。她早就被我爸打发去了一家子公司，以后也不会再回祖国啊！既然是这样嘛，事情的发展和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。从那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许瑶，她和继父像是从我生命里彻底消失了一样。以这对父子的秉性，见我一招得势，不登门索要点什么是不可的。所以我猜测这一切都是老婆大人的手笔。一次回家途中，我忽然在别墅外看见了原主的母亲，我和乔雨薇对视一眼，她似乎早就知道了，没有半点意外，只是拍了拍我的肩。女人冲过来拉着我的手，热泪盈眶。孩子，从前是妈妈对不住你，让你受苦了，可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我们母子俩不得不仰仗你继父生活，是妈妈没用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早在我来的那一天，原主就已经自杀身亡了。我不是她，没有经历过她的人生，也没有资格代替她大度的原谅。我沉默地抽回了自己的手，最后什么也没说。不过这个态度什么意思也很显而易见。回头一看，那个像天使一样的女人就站在我10步开外的地方，安安静静地等着我。我走过去与她相拥，不知为何此刻我就是想这么做，她也没有问我，只是默默地让我抱着。